该是生气了，怎么把灭火器往回拿呢？现在已经冬天了，汽车自燃事件还是没有减少，感觉还多了一些。不过不用怕，熟能生巧吗？看影片中这个侧躺着的电车把电池露出来，喷水的时候更加的精准，也灭得更快一些。这就是经验的积累，这辆车眼看还保存得很完好，也是一个小小的进步。同时面对复杂的环境，经验有时候也会失效。谁会想到在加油站边上建充电站的？这下好了，充电的时候自燃了，这么大火烧起来，看得人都心里发慌。这要是加油站被点燃爆炸了，损失怕不是有好几万。也不知道是哪个大聪明想出来的赚钱之道，把两个最容易起火的地方搞到了一起，真是强强联手，双倍快乐。也有高速上跑着跑着就起火的，有车主发帖称，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，在浙江高速上车子发现自燃的，当时使用的是高速 NGP 智能驾驶模式，途中车子报故障，动力系统故障，让我联系小鹏客服。客服让我靠边停车，断电下车，1分钟后重新启动。我下车之后发现尾部底部已经起火，还有浓烟，赶紧叫车上家人下车。当时还连着客服电话，他们叫我拨打高速122求救。起火之后，后备箱打不开了，造成了较大的财务损失。眼睁睁看着车子烧得只剩下一个壳，给我们一家3口带来了严重的身心伤害。厂家派工程师多天检测没有结果，说不是电池着火。高速上路况良好，没有大石头磕碰底盘，唯一的可能就是石子蹦到底盘着火了。目前保险同意赔付，车子已经走报废流程，报废证明拿到后赔我保险的车子全损金额，不赔物损。他发帖维权的原因是保险只赔付车辆全损，但是不赔付车上物品的损失，小鹏厂家那边1分赔偿都没有。看来踢皮球活动又开始了，那么有厂家起火后不踢皮球的吗？最近也有一个，就是大众。事发于河南郑州，一车库内的新能源车无故自燃，停在一旁的 ID.3 不幸受到牵连，经过整整2个小时的高温灼烧，使得这台大众 ID.3 惨不忍睹，仅剩下一具空壳。意外的是，就连车轮都被烧得融化变形。然而堪称奇迹的是，这台 ID.3 的电池包却安然无恙。不过事情的发展却并不如人意。涉事电车的厂家忙于推卸责任，而保险公司也拒绝予以赔偿。这一系列操作让大众车主陷入了困境，不知所措。但幸运的是，上汽大众挺身而出，他们表示将免费为车主提供一台崭新的 ID.3。不得不承认，这应该算是第一次有车企这样操作。如果是比亚迪或者其他国产品牌，这皮球怕是要踢个几年了。我们频道之前有说过一辆雷克萨斯着火自燃的事件，目前车主还在维权。现在的情况是，消防出具的认定书表示车子不存在质量问题，自燃的原因是车上打火机导致的自燃，但是不排除其他可能。这就导致保险和车企都不赔付，几十万的车就这样烧了，没有人管了。几分钟，来，我们大家都是开车的，我这不是10几分钟打火机能不能把一个车全部烧完？而且我在车上的时候，孩子发现有烟的时候，接着就这样有火，总共有5秒都没有，5秒钟都没有，火就起来了，副驾驶火就起来了。我紧接着靠边过以后下来，我准备来找灭火器，打开后备箱，东西扒了还没扒完东西呢，火就过来了，对吧？那种情况，当时着火的时候，我连开车门都没开，因为当时紧张那个总统所打开了。当时我想，你们没经历过那个事情，你根本就不知道那种感受，知道吧？而且我没有不给他们时间，我给他们时间了，2、3个月了啊，一再拖到现在，是吧？或者别的地方，我们也好，车主是哪？车主是我。好了，我现在血压高，是的。真气人！我就想来普通的老百姓，我其实说是呢，有时候人哈，其实车落地也就30多万，说真是的。但对老百姓来讲的话，它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也是死之间用辛辛苦苦赚来的钱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你出了这个事，你所有的责任让我自己来承担。你让作为普通老百姓怎么去想这个事情？这是我名字。张白红。
做吗？我不想这样做，而且我血压高，我现在血压高。你搞这个事你不生气啊？你不伤身体吗？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看这车烧过这么长时间，你看轮胎上面什么车标，你看还有这边抠的还干净，你看抠的还干净。这后面也是被抠完了，然后这边还有2个轮子，你看车标也被抠掉了。然后这边按道理，然后你看按道理讲，这个轮胎留一点，应该车标能留下来，也被抠掉了。你看他们不去正常去处理售后，就去干这种龌龊的事情。最关键是，你看看这个，看看漏网之鱼，一个大标没抠掉，没在意，因为它这个车门是铝的，全部烧化过以后，这是铝，全部烧化了，把这个大车标埋到下面了，这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。很奇怪的是，这位车主的维权影片一直都在，没有被全网下架。简单从消防认定书上来看，现在就是保险和车企都认定是打火机引起的自燃。但是车主不认，同时又是一个日系品牌，现在全网都在喷日系。看来合资只学会了一点皮毛，简单的扣车标学会了，后面的500万警告。全网封禁影片，账号屏蔽，这些没有学到。同时也有网友说车主有点无理取闹了，有蹭流量的嫌疑，他的个人账号粉丝因为这件事已经暴涨。最近也终于有了消防公布的数据，新能源车2023年火灾总共是2050起，相当于每天要烧5.6部，个人觉得还是保守了。新能源车源比想象的要多很多。新能源火灾主要是自燃和碰撞起火，那其中自燃又占了绝大多数。自燃一方面是充电的时候比较多发生，所以呢，现在地下车都禁止建快充站了呀，快充的时候也尽量不要在车里面睡觉。另一方面，电芯的品质不一致是自燃的主要原因。至于自燃的第一品牌，消防也没有说，相信他也不敢说。现在的舆论环境被狠狠拿捏住了，网红卖假货，汽车以外的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全网痛斥黑心网红、黑心商家，没有不同的声音。但有些车真实的被车主爆出质量问题的时候，不同的声音就出现了，什么支持国产呀，什么你怎么黑国产呀？难道我们的良心商家都去造车了吗？难道网红卖的那些假货它就不是国产吗？天天聊吊打碾压的。车评人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。日系车在国外召回的时候，车评人说日系为什么不召回国内的合资日系车？当日系品牌在全球销量领先，达喀尔 W2CF1 各种赛事连连夺冠的时候，车评人又说国内的日系和国外的不一样。如果国内的日系和国外的不一样，那召回也好，车评人天天疯传的造假也罢，和国内的市场有关系吗？既然造假国家为什么不罚他？你问车评人，一问一个不吱声。车评人天天说这个车企给国内减配，那个车企区别对待国人。你问他为啥从保时直接离职的中国员工拿 N+6 的赔偿，从丰田离职的中国员工拿 N+7 的赔偿？为啥车评人嘴里的良心企业对待自己的员工都很一般？你问他也是一问一个不吱声。车评人说日产快倒闭了，手里只剩下14个月的现金流。日产全球销量第8，手里14个月的现金流都快倒闭了。那些欠一屁股债压供应商货款的车企，怎么你还吹碾压吊打遥遥领先呢？车评人对这个问题也是一问一个不吱声。补充一句啊，做过企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假设不盈利的情况下，手里的现金可以支撑14个月是什么概念？很多企业达不到这个现金储备。其实以上几个问题啊，足够大家判断哪些车评人在说实话，哪些车评人又在愚弄大众呢？国内消费者看车评，不要只会看，要学会提出问题，要有辩证思维、逻辑思维。买错一台车呀，多奋斗5-6年，人生有几个5-6年呢？这么冷的天，你开啥空调呀？这么冷天不开空调干嘛？多冷啊！冷呀，但你开空调费电呀。但开空调不费油啊！你这不是废话吗？我们开的是电动车，当然费电不费油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在高速上面堵车，如果你开空调的话，1小时它续航得掉10几20公里呢。你看一下，咱们现在电量还剩37%，虽然它续航写的是185，但实际我们开的话也就100出头。我们现在离家还有400多公里的，你要开空调的话，加上回车啊！哎呦我的妈！那叫拖车嘛！拖车，我上哪给你叫拖车去？我们在高速上面堵车，拖车来了是不是照样得堵？而且拖车那么贵，那现在那么冷怎么办啊？谁让你开这个破电车？我让你开我的油车，你非不开，非要开这个破电车？那不是电车
省油嘛。那我还说我开我的油车开暖风不费电了。我想着给你开电车的话，给你省点油钱。谁跟你说开电车跑高速省钱的？来，我给你算笔账。首先，现在上高速充电很贵的，1块4一度电的，加上服务费啊，1公里花5毛多块钱快充。第二个，我们每次充电都要跟别人抢充电桩，排队就得排2小时了。第三个，我们每次充电是不是都得充1个半小时以上？第四，现在天气冷一堵车，开着空调跑高速，你这个车续航虽然标的500，但我们实际跑下来也就200公里出头呀，这个时间不是钱吗？这大冷天的，空调也不敢开，开个车这么憋屈，兄弟们，你们说是不是嘛？那现在怎么办？车不要啦？还能怎么办？冷着呗，我也不能在高速上面给你找个男朋友让你暖和暖和吧。你说咱们南方开电车都已经这样了，那些北方买电车的兄弟们，你们是咋想的呀？咋过的呀？这日子？那你把那个目的地改一下，我们回去吧，反正没多远。你开电车的没有目的地，你的目的地永远只有下一个充电站。哎呦，兄弟们，真的上高速不要开电车，真的前车之鉴呐。我就想卖车，我招谁惹谁了？你投诉我视频下架？我哪句话侵犯你品牌的名誉权了？还是哪句话是谣言，是不实言论了？是我第一辆车不是花了31万买的，还是这2辆车我胡说八道了？上打款记录，42万8，这2辆车包牌运到家，车还没到家，我1辆又亏了1万，多亏我把后续那8辆都退了，要不我又亏多少？成了全网的笑话。我就想补第一辆车的损失，我有错吗？现在满世界都是卖20万8800、20万5800，你怎么不去投诉看？你既然这个价把车放了出来，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卖呢？准备让我们留在家里看，要不你就把它收回去，我也不卖了。现在我也没有办法，一台又亏1万多，21万4到家的，现在市场上就是20万8800，我这2台啊也处理了，又多赔2万元。比亚迪的这个操作也是没谁了，应该是怕方程豹的车主又来一次维权。都能让二手车商买了下一秒就亏本的，也是独一份了。现在这个年代是买油车最好的年代，一般老百姓买车就是买15万以下的，15万以内你买二手车你咬咬牙，你能干到路虎揽胜、揽运，你能买到奥迪 A8， 你能买到宝马7系、奔驰 S， 现在年限进的费点劲，不光二手车崩了，新车也崩了。15万以内你能买到亚洲龙、凯美瑞、雅阁天籁。贷款加置换的话全是11万多，15万以内电车几乎无法去跟燃油车竞争。索纳塔也是13、14万，而且还免息贷款没有利息，13、14万落地，能买着一辆正经的合资 B 级轿车，多牛逼啊！以前3年以前你买个卡罗拉都买不下来，15万以内你买电车，你能买到什么样的电车？你就别管现在的时代是不是电车的时代，现在买燃油车的人仍然很多很多。告诉你们2个数据哦，你们自己品一下。新能源的渗透率现在是53%，已经超过了50%，同时仍然有50%的新能源车装着发动机，就是比较可笑的绿牌车增程式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卖出去100台车里，仍然有75台车都装着发动机，所以说发动机这个东西它是永远都没不了。你别看现在新能源有的很多电车都是什么遥遥领先，网上也看不见它的负面评论，可能法务部也非常厉害，不让你说话，发负面的马上你这个视频就没了。这个东西的核心还得是发动机，就是你电车怎么的都不行，它推进不了时代的进步，唯独推进的是啥？兜里的钱没了，哎，辛辛苦苦存的钱全买新能源了，促进消费。唯独新能源有一个好事干得漂亮，就是把燃油车的价格给打下来了。以前30来万的车，现在10多万，很多的车企现在都免息买车，直接本金除以36。或者除以60，你就慢慢分期还就完事了，没有利息。电车除了把价格给打下来，它一无是处。最后聊一个中介关于比亚迪会不会倒闭的事情。近期比亚迪要求员工发朋友圈来招人，并且会有组长开会检查，没有拉到人头的会受到处罚。有位中介发帖称，内地有一个世界第一的大厂，在最好招人的时候他却招不来人。他想了一个什么招呢？这个是让自己的员工发朋友圈招人，给他拉人头。我不知道咋想的，这个比黑心台商还黑心台商呢。这个黑心台商他招不来人，他会花钱找劳务派遣找中介，中介会把这个台商给他的钱拿出来一半给员工，这个就是员工的返费。虽然说有很多骗子，但是也有很多打工人是能拿到返费的呀，也能拿到中介给的补贴呀。这个世界第一大厂直接绕过中间商，直接绕过派遣公司，绕过中介，直接让工人直接发朋友圈拉人头，拉到他厂里边。这个屌厂干3个月的人出去都要骂他3年还不止。你说说他这样搞他咋想的？净想便宜事儿，不
不但让员工发朋友圈招人，而且还要让这个组长来开会检查，来签到。如果说就是组长开会没有挨个检查，签到的是要受惩罚的，是肯定会给他穿小鞋儿。这是一个粉丝给我发的视频里边这么说的。我不知道这个视频说的是真的假的，但是以我的经验，以我对咱们内地的这些所谓的这个500强大厂的了解，他铁定得干得出来。这种事儿还不是说他干到最下头的。还有一个粉丝跟我讲，就是个大厂，在西安的一个厂啊，里边有员工嘎了家里边人，抬着到厂里边找说法。厂里边让这个保安跟这个家属打成一片，打的是火热火朝天。正赶上上班的时候，路过的员工没有一个人敢看的，都不敢往那边看，都是赶紧一路小跑过去上班。人来人往，这么热闹的厂门口，没有人敢去看他们。你可想而知，这种厂的管理模式堪比缅北。难道这种管理模式它就很强了吗？他以为他对员工的控制力很牛逼了吗？有没有想过这个员工为什么不敢看？为什么没有人敢说话？因为这些人他怕里边有什么？怕里边有恨有怨。这些厂的领导他以为他很牛逼，实际上他就是个大傻叉。这种厂我预言这用不了10年20年铁定完犊子啊！这个完犊子的原因也不是有其他的企业取代它，也不是有别的企业能把它给击垮了，它内部整个管理层从上到下已经烂透了，它这个厂的高层指不定内斗成什么样了。坚固的堡垒啊，往往是从内部垮塌的。有时候我都很费解，像发财康这种台资企业，这种黑心台资企业里边有人蹦楼，有人嘎崩。人家报道至少还能报道一半出来，你像这种内地的这种企业，这一个都报道不出来。像咱们内地这些企业有什么事儿，那是一点都报道不出来。所以说我就讲你去找工作的时候啊，这个公司这个厂有人骂他的事，你是可以进的，没有人骂他的都是夸他的。这种厂你千万不能进一个企业，没有任何公司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企业，没有任何公司都是优点没有缺点，人也是这样。黄金这妖牛逼，还有人不喜欢呢，你更何况企业呢？而且你看现在灵活就业率如此之高，这很多老铁都早就几个月前就提前回家过年了，寒假的大学生找工作。进厂都不好找，这种厂啊，他居然招不来人，居然发动自己的员工发朋友圈，你看着吧，这个厂铁定的完犊子。但这个贵子这个人有能力吗？他聪明吗？他只是有背景，2块钱一次，一天1000个人考试，就是2000块，一天挣2000块。难道这个一天挣2000块的人就比那个清华大学或者比大学生聪明吗？就比他们力气大吗？就是因为这个人有背景有资源，所以才能挣这个钱，并不是说他很聪明比我优秀。我可以这样说，这个人肯定比我差。你们不相信的话，叫他过来跟我比一下，他只是有个背景有个资源。这个柜子一天随便盛挣2000块，要什么本事啊？我之所以穷，不是我没有能力，不是我没有文化，是因为我们有背景人脉资源，我连总统都可以当。之所以我们当不了，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运气。就跟有的人中了500万，中了1个亿，他真的很聪明吗？如果他真的很聪明的话，他持续中1个亿，中2次啊，中3次啊。为什么很多中奖的人最后中不了奖还亏本了呢？很多企业家亿万富翁，挣钱的时候顺风顺水，不挣钱的时候最后成了阶下囚，话都说不了了，或者成了老赖。